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有关肠道菌群的话题。你们对肠道菌群有深刻的了解吗？是否已经开始选择让肠道菌群满意的食物呢？肠道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它有2个主要功能：一是吸收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和水分；二是作为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来保护我们免受疾病侵害。尽管肠道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常常忽视自己的饮食习惯，导致肠道受到污染。肠道的污染会减缓肠道免疫系统和菌群的功能，使我们无法充分吸收营养，从而成为许多疾病的诱因。相反，通过摄入适当的食物，我们可以清除肠道的污垢，维持肠道的正常功能，增强免疫力，改善健康状况。因此，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备受全球关注的书籍《肠道为本，风靡全球的亚当斯基式最佳肠道养生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其中的内容，掌握清除肠道污垢的食物法则。医学上也证实，通过实践本书中的亚当斯基式最佳肠道养生方法，可以改善肠道功能，带来类似于大肠清洁的解毒效果，并增强免疫力。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迎接100岁时代的挑战，健康地度过人生。今天我要介绍的内容分为以下3点：第1章，你的消化道是脏的；第2章是亚当斯基式最佳肠道养生方法；第3章，亚当斯基的宝贵而独特的应用方式。请大家一定要观看到最后。那么我们立刻开始吧。第1章，你的消化道是脏的。当提到肠道时，你可能会想到应该多吃纤维食物，或者只吃肉会导致坏菌增多等等。但是这本书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探讨。先说一下亚当斯基养生方法的本质。这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将食物分为快速消化、中性和慢速消化这3种模式。食物从口中进入到完全消化仅需30分钟的属于快速消化的食物，而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消化的则属于慢速消化的食物，而中性食物则介于2者之间。亚当斯基的宝贵而独特的方法是将食物分为这3种类型，并从中学会正确选择食物以及不给肠道带来负担，避免食物在肠道中积压的方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些分类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吧？这种快慢分类对消化系统有多重要呢？事实上，当快速消化的食物和慢速消化的食物混合在一起时，消化道的流动会明显变慢，食物会堵塞，甚至会导致健康维持的基本要素规律的排便节奏失调。结果就是消化道内发生化学反应，即所谓的腐烂，这会导致肠道的流动进一步减慢，污垢逐渐积聚并造成堵塞。这种不良状态的加剧将引发多种健康问题。首先从口腔开始，经过食道、12指肠、小肠、大肠等多种器官，构成了一个被称为消化道的通道。这个通道有2个重要的功能。消化道的第一个功能是将多余的物质排出体外。食物首先从口中进入，经过各种消化器官的转化和吸收，将有益的物质吸收并排出不利于身体的废物，主要是毒素和对身体有害的脂肪，通过借助重力的力量从上到下在体内运送，与粪便一起排出体外。这是消化道的第2个功能，即将所需物质摄入体内。消化道壁上有许多微细的小血管，所有对身体有益的物质都会通过这些血管进入血液被吸收。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对健康有益的成分都会在消化道中被储存，并从那里进入血液，供给全身细胞。这也与第1个功能有关，因为物质可以通过消化道的开口反向进入，从而将存在于血液中的废物排出体外。此外，尿的颜色会随着排出的废物比例的增加而变浓。总之，消化道的功能是将食物从口中一直运送到结肠末端，将不需要的成分和有害成分从体内排出，吸收身体需要的物质，并清除血液中的有毒物质。消化道具有这2个重要功能，但有时会出现故障，功能停止、溢出或
或产生恶臭等问题。通常这些问题是由于饮食错误或生活方式的不当导致消化道的流动变得迟缓，或者是由于消化道壁上积累了有害污垢所致。当消化速度快的食物与消化速度慢的食物混合在一起时，消化道的流动速度会明显减慢，从而引起堵塞。结果就是消化道内的腐烂物质附着在肠壁上，进一步减缓了肠道流动，并不断积累污垢，导致肠道进一步堵塞和腐烂。当消化道壁被覆盖着多层有毒的腐烂物质时，肠道的吸收通道将被堵塞，无法吸收营养或排除体内毒素，这将导致身体缺乏从食物中获取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健康的脂肪，使血液中的细胞逐渐变得虚弱。这可以说是所有疾病的开端。想象一下堵塞的空调滤网或堵塞的淋浴排水管。如果想要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活，或不想让家里进水，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洁。同样，消化道也需要正确的清洁，但与排水管有很大的不同。恢复肠道功能并进行清洁，并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只需要学习关于肠道功能的知识，并将一些小窍门融入生活中即可。为了进行肠道清洁，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应运而生。在第2章中，我们将深入了解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的实践方法。首先，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健康是全方位的。许多人在感到头痛、睡眠不佳或腰痛时，只是吃药缓解症状，而不检查生活方式，然后症状可能会再次出现。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仅满足于缓解症状，而是要找出根本原因。此外，需要知道的是，许多时候这些根本原因实际上与消化道的状况有关，这一点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重要。通过实践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不仅可以改善腹泻和便秘，还可以改善与肝脏、胆囊、胰腺等相关的问题，如肝炎、高胆固醇、胆结石、高血糖等。此外，腰椎疼痛、坐骨神经痛、腹部胀痛、膀胱炎、尿路感染等与肠道有关的疾病也会得到改善。继续坚持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可以完全恢复肠道的正常功能，并消除循环和呼吸系统的许多不适。虽然听起来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改善，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并不是说所有这些疾病都是由肠道问题引起的。但是了解到肠道污垢对这些问题也有影响是值得的。让我们尽可能的了解有关肠道的知识，尽量将肠道恢复到正常状态，从而改善身体的不适。现在让我们迫不及待地来介绍亚当斯基式调理法的实践方法。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一下方法，然后逐步详细解释。可以将方法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至少间隔4小时进餐。第2步，摄取水果和未加热油类，水果尤其重要，而油类则特别推荐使用高品质的植物油，如特级初榨橄榄油或椰子油，不包括棕榈油。第3步，选择软水饮用，推荐选择蒸发残留物少的水。第4步，选择合适的食物组合，这不仅仅是为了美味或美观，而是要了解消化道所需的最佳组合，以确保完全消化。首先，至少间隔4小时进餐。最近，间歇性进食和空腹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很多人都遵循这一规则。经常性的过度进食会导致消化道堵塞，这是导致腐烂的一个原因。确保在进食之间留有足够的间隔，可以让消化道得到休息，并逐渐自我清理过剩物质。第2点是摄取水果和未加热油类。首先要知道的是，当其他通道堵塞或污垢积累时，需要清洁剂来溶解。对于肠道清洁来说，最有效的清洁剂是水果和植物油，特别是柑橘类水果、番茄、甜椒等消化速度快的蔬菜，效果显著。通过摄入大量的未加热油类，可以有效地帮助清除堆积的污垢，并使其顺畅进入肠道。当然，橄榄油或椰子油等高质量的植物油最为推荐。植物油可以直接用勺子饮用，也可以作为补充剂摄入。
胶囊中的植物油与普通植物油具有相同的效果，但会更慢的溶解，从而更好的润滑整个肠道。第3点是选择软水，在饮用水时，尽量选择蒸发残留物较少的软水，即水中残留的矿物质较少的水。每升水含有不超过40毫克的矿物质是一个好的标准。如果购买市售的矿泉水，在日本选择软水比较合适。理想的水不仅适合直接饮用，还可以用于茶、汤、婴儿辅食以及运动时的矿物质补充。因此，请注意选择软水进行摄取。此外，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蒸发残留物。蒸发残留物是指水中存在的矿物质，是土壤和水中含有的矿物质在水中慢慢被吸收形成的。它们是体内无法被分解的矿物质，会相互结合并聚集在一起，引起问题。排泄物是身体无法处理的物质，因此身体会自然地试图将其排出。一旦它们被存放在皮下脂肪中，在出汗时会试图排出。出汗不仅对于调节体温至关重要，还是身体净化的重要生理手段。但在现代，出汗的机会比以前减少了，这是一个陷阱。还有大量蒸发残留物的水被存放在皮下脂肪中，导致体内积水增加，这样就容易产生成皮组织，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所谓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指在动脉血管内积聚的由细胞和细胞残骸组成的沉积物。结果，还有大量蒸发残留物的水会使身体变得耗竭，逐渐使我们容易患病。因此，水中的蒸发残留物越少越好。饮用含有少量蒸发残留物的水会增加尿液量，更容易排出尿酸和体内排泄的废物。记住这一点。第4点是正确搭配食物。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的成功关键之一——正确搭配食物的解释。为什么在饮食中正确搭配食物如此重要呢？因为这可以避免腐烂，避免一切可能引起腐烂的组合。正如之前所解释的，食物可以分为快速消化的食物和慢速消化的食物，还有一个中性的类别。首先是快速消化的食物，这些食物在消化道中仅需30分钟就可以通过。另一个是慢速消化的食物，从胃到小肠大约需要4到5个小时，而通过大肠则需要7到9个小时。此外，除了这2种类别之外，还有第3种中性的类别。这些食物对促进肠道流动非常有帮助，因此无论是快速消化的食物还是慢速消化的食物都可以搭配使用。目前非常重要的是要明白，在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中，绝对不能将快速消化的食物和慢速消化的食物搭配在一起。如果混合了快速和慢速消化的食物，就会在肠道中产生致命的混合物，导致消化所需时间超过正常的3倍以上，消化道无法获得必要的休息时间，结果有害的污垢会附着在消化道内。因此，要意识到我们经常食用的食物是属于快速消化还是慢速消化的，避免将它们一起食用。让我们立即看看哪些食物属于快速消化或慢速消化的。作为快速消化的典型食物，几乎所有的水果都属于快速消化的类别。然而，也有少数例外，比如椰子和鳄梨，不仅是新鲜水果，烹饪后的水果或晒干的水果等也都属于快速消化的食物。因此，干无花果、干杏子和干李子等也可以归为快速消化的食物。此外，有些看起来与水果毫不相关的食物，也具有非常快的消化速度，例如蜂蜜、绿茶、酸奶、番茄、南瓜、甜椒等食物也属于消化速度较快的食物。辣椒粉和辣椒类香料也是如此。基本上只需控制水果的摄入量，然后检查日常饮食中是否还有其他快速消化的食物即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消化速度较慢的食物。消化速度较快的食物以外，几乎都是消化慢的食物。事实上，我们摄取营养成分的大部分食物都属于消化速度较慢的食物。首先是蔬菜，不论是生的还是煮熟的都可以。此外要记住，蔬菜的纤维含量越高越好，因为这有助于清洁消化道。唯一的例外是茄子，
它被归类为中性的食物。消化速度较慢的食材还包括面食、面包、大米、披萨、马铃薯、玉米等谷物，以及奶酪、蛋、豆类、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质、坚果、核桃、榛子、杏仁、开心果、花生等。了解这些消化速度较慢的食物即可。最后是中性的食物。中性食物可以与快速或慢速消化的食物组合，是一种多功能的食物。中性食物可以加速整体消化过程，例如油、醋、大蒜、洋葱、香草和香料，以及不属于慢速消化的蔬菜，如茄子。此外，葡萄酒、牛奶、红茶、咖啡、巧克力等也可以归类为中性食物。通过巧妙地利用中性食物，我们可以避免快速和慢速消化的食物混合。这就是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中的重要原则。好了，至此我们已经解释完毕，你觉得如何呢？我认为能够完美地记住所有内容，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注意并避免组合快速和慢速消化食物的人可能并不多。在实践中，这并不容易。例如书中提到的番茄酱意面或玛格丽塔比萨饼，因为它们同时含有快速消化的番茄和慢速消化的小麦和奶酪，所以这些组合是不合适的。当然，在实践这种方法时，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吃这些食物，而是基本上要尽量避免。当吃东西时，并在进食时先喝一口特级初榨橄榄油，以预防不良组合带来的伤害。书中还提供了应对诱惑的方法。当我们屈服于诱惑时，要牢记快速和慢速消化的分类，并且每次进餐和烹饪时都要注意。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关于饮食时间也有一些细微的规则，比如在吃完慢速消化的食物后，不能在5小时内再次进食；吃完快速消化的食物后，应至少等待1个半小时才能再次进食。早餐应该吃慢速消化的食物，午餐和晚餐可以选择快速或慢速，但最好搭配食用。然而理想情况下，快速食物每天只应吃1次。饮食方法因人而异，我主要采用的是一天只吃2顿饭，并且限制精选谷物。尽管我的饮食习惯基本上与这些规则不符，但我仍然继续阅读这本书。然而，这本书不仅提供了宝贵的饮食知识给那些只吃1顿饭的人，也为那些不愿意遵循饮食细则的人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接下来的第3章，我将介绍如何将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融入实际生活，并将其定制为更易接受的形式。首先，我想从第2章的内容中挑选一些我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值得采纳的建议。其中包括亚当斯基式肠道养生方法的第2项建议：摄取水果和未加热油类，选择软水，特别是关于利用水果和未加热的油类来清洁消化道。这点给了我很多启发。在我之前阅读的饮食相关书籍中，虽然很多都提倡摄取未加热的油类，但很少有提及以清洁消化道为目的而摄取未加热的油类，即使有提及，也仅限于改善排便顺畅度的讨论，对于消化道的清洁作用几乎没有听说过。这给了我新的认识。另外，关于水果，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对于是否应该摄取水果存在不同的观点。然而，这本书明确支持摄取水果。书中介绍了水果的2个优点。首先，水果不仅含有糖分，还是抗氧化物质的宝库。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各种疾病，甚至简单的感冒都至关重要。其次，水果中的营养物质在被消化道吸收到血液之前，就已经发挥了天然的排毒作用。书中提到了这2个方面的优势。对于是否选择享受水果带来的益处，或者考虑到其中糖分较多而不摄取水果，这取决于个人。我目前主要遵循只要不是精制糖，就可以适量摄取的饮食方式。你又是如何考虑的呢？在本书中还特别提到了摄取水果时需要注意的一点，即在吃完消化较慢的食物后，至少要间隔4个小时才能吃水果。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样做自然会导致身体不适。
因此，除了要保持餐与餐之间的时间间隔外，还要避免在摄取消化较慢的食物后立即吃消化较快的水果。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将水果作为饭后甜点来食用，这种行为需要重新考虑。我认为亚当斯基是肠道养生方法提供了改变的契机，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本书还介绍了2点关于饮食健康的注意事项，这些事项相对容易实践。首先是集中注意力在进食时，不要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等。我们已经意识到，进行专注式饮食对于消化吸收非常重要，因此，请大家一起留意这些事项。在健康领域，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几乎无法或缺。在日常生活中，运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9州地区，通过运动，身体得以活动，横膈膜也随之活动，就好像给肠道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按摩。当进行深呼吸时，横膈膜会上下移动至少15厘米。对于消化道而言，这就像是一种强力的垂直按摩。类似活塞的动作可以促进消化道内物质向下推进，加快消化过程。通常情况下，我们从口中摄入的食物需要30至40小时才能完全消化排出，但如果每天进行5到6小时的训练，就可以将这个时间缩短至1天。专业运动员则只需要3至8小时的时间。因此，记住保持专注的饮食和运动对于消化吸收非常重要。我已经开始在一些方面实践了，特别是以前我常常在早餐后食用水果，或同时摄入干果和含糖食品。现在我想要避免这样做。然而，亚当斯基最有用的和最重要一点在于了解哪些食物消化速度快，哪些消化速度慢，并始终避免它们的混合食用。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保持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为健康的肠道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